酸汤水饺，我们在家里怎样才能做出饭店的味道？今天这个视频我教会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鹏，欢迎大家来到天天相见厨房。这样做出来的酸汤水饺，吃起来酸辣开胃，而且闻着就特别有食欲。这水饺一口一个，真的是超级过瘾。其实这个做法做起来是特别简单的，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先准备几颗大蒜。先用刀将大蒜拍一下，将大蒜拍过以后，它的蒜香味会更好的释放出来。拍过以后，我们再将它改刀切成蒜末。蒜末切好后，先给它装起来。接下来，我们再准备2根小葱，清洗干净以后，把它改刀切成小葱花。全部的改刀切好后，给它单独的装起来备用。然后再紧接着，我们再准备少许的香菜，把香菜根切掉以后，再将它改刀切成小段。切好以后，我们先把香菜给它装起来备用。将所有的小料切好后，我们再准备个汤碗。往里面添加1勺蒜末，再往里面添加1勺细的辣椒面，再来上1勺葱花，还有1勺炒熟过的白芝麻。最后我们再用6成油温将小料炝一下，让它激发出小料的香味。经过炝香以后，一股非常香的味道扑鼻而来，真的是老香了。下面开始调味，往里面添加适量的食盐，还有一丢丢的鸡精提鲜。然后再往里面再添加半勺香醋，还有半勺的味极鲜酱油。调味以后，我们先把汤碗先放开旁备用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包饺子。我今天用的是速冻的饺子。速冻饺子我们在家里该怎样去煮呢？很多厨房小白在家里面煮速冻饺子的时候，都特别的容易煮到破皮露馅，或者是直接的变成面片汤了。那么今天这个视频，我教你怎样才能煮出完整好吃的水饺。首先，我们起锅烧水，水的量要稍微的多一点。等到水完全烧开以后，我们再把水饺给它分散的放进锅里面，然后再用锅铲将水饺给它轻轻的推开、推散，防止水饺粘连在一起。而且因为这时候的水饺它是沉底的，我们用锅铲把它轻轻的推动一下，可以防止水饺粘锅糊底，同时还可以让水饺在锅里面均匀的受热和成熟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拍摄不易，看到这里了，如果觉得我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那么就麻烦您对着屏幕帮我点个赞呗。您的每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在这里感谢您了，感谢您长期来的支持和鼓励，感谢了。俗话说，3开的饺子2开的面。等到锅中的汤水重新的被烧开以后，接着再往里面添加半碗冷水，经过这样子的一冷一热来刺激一下，这样煮出来的水饺就比较容易成熟，而且里面还不容易夹生。然后再继续的开中大火给它煮一下，让锅中的汤水再次的重新烧开。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，现在的水饺已经是呈现了半悬浮的状态了，也就是代表着这时候的水饺基本是5分熟左右。等到汤水完全烧开以后，我们再继续的往里面添加半碗冷水。我们在煮水饺的时候添加2到3次冷水，可以让温度降下来，这样子煮出来的水饺不容易夹生，而且也不容易破皮露馅。然后再继续的用锅铲给它轻轻的推动一下，让饺子在锅里面可以均匀的受热和成熟。等到这一回汤水重新烧开以后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可以看得到现在的饺子已经是全部的浮起来了，那么就代表着饺子已经是完全的成熟了。我们将水饺完全的煮熟以后，接着打出1大勺的面汤，然后再将它添加到面碗里面。紧接着，我们再用干净的漏勺把煮熟的饺子控水捞出来，然后再把饺子给它添加到面碗里面。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！
这水饺看着就特别有食欲，我的眼泪已经不自觉地从嘴角流出来了，老香了。最后我们再往里面添加少许的香菜，点缀一下。就这样，这道非常好吃又酸辣开胃的酸汤水饺就这样做好了。我觉得水饺最好吃的一个做法莫过于这个酸汤水饺了，吃起来酸酸辣辣的，特别的开胃。就这样一口水饺一口汤，吃着特别的香。这个酸汤水饺呀，要想做的好吃，它的酸汤的调制是非常重要的。家里要是有熬制好的猪油或者是油泼辣子，加一小勺进去，那吃起来就更加的香了。如果您也喜欢这个酸汤水饺的话，那么不妨可以收藏起来。要是改天在家里不想吃饭，没有胃口吃饭的时候，那么就特别的需要做上这么一道酸汤水饺了，保证的让你食欲大增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我们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并转发哦。关注我，关注天天相见厨房，我是阿鹏，点我的头像进去，还可以看到往期更多的美食做法。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